大家好，我是牛奶。上集讲到，萧炎决战魂殿殿主魂灭生，不仅轰碎了对方的身体，还焚毁了他的部分灵魂。从此，中州霸主易位，天府联盟之名传遍整个中州。而萧炎也在天府联盟成员的心中成为了天神般的存在。3个月后的星界，萧炎在瀑布下方的湖泊中央结束了修炼。自陨落之巅那场战斗之后，萧炎就成了星界之中最为清闲的人。药老与风尊者忙于完善管理联盟事务，萧萧整天黏着小医仙与青灵二人，古板又严厉的萧晨则每天追在萧萧屁股后面督促他修炼。因此3个月来无人打扰的萧炎每天都沉迷于修炼和研究一枚黑珠子。虽然修炼没什么进展，依旧稳固在5星斗圣初期，可对那枚黑珠子的研究确实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这颗黑珠子是在小医吞了那虚无吞炎的紫火之后，自萧炎的体内凝出的。萧炎在这个珠子上感受到了一种连灵魂都是能够吞噬进去的吞噬之力。想到虚无吞炎的能力，萧炎欣喜若狂，试图利用这个珠子作为媒介，先吞噬天地能量，然后自己用异火淬炼，再吸收，以助自己快速提升实力。可惜理想是美满的，依靠这种吞噬之力吸收来的能量不仅极为斑驳，根本不能供他吸收，甚至于这个珠子在他的体内还会吞噬他的斗气和生命力。失望之下，萧炎翻手就想将这枚珠子丢进纳戒，没曾想小医猛地一窜，就将那个珠子抱进了自个儿的怀里，还一脸的垂涎，那模样就差流些口水出来。小医已经眼馋这颗珠子很久了，只是萧炎之前一直在研究，他也没办法。如今看到萧炎终于打算放弃，他也就不客气了。萧炎见小医如此迫切地将黑色珠子融进体内，迟疑了一下，并未出手阻拦。火灵对危险的感知极为敏锐，想来小医定是有对策的。事实的确如同萧炎想的一样，那珠子彻底融进小医体内之后，一丝极淡的黑炎就猛地朝着小医的脑袋钻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得萧炎有些慌乱的时候，小医已经控制着粉红火线将黑炎彻底绞杀，并且开始吸收了。当黑炎被完全吸收，小医额间的粉红莲花火印也多了一些黑色的纹路。当然，黑炎的作用不是为了让火印变得好看，而是吞噬。只见小医仅只是对着面前的虚空随手一抓，无数的天地能量便是飞快的在其手中汇聚，最终化为一团团五彩斑斓的能量金块。把一块金块塞进嘴里，小医直接把它们当糖豆给嚼了，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感受着那些斑驳能量被小医分解吸收之后才反哺一部分到自己体内时，萧炎高兴坏了，这个小东西竟然也能够修炼。想到如此一来，小医以后不仅会越来越强，自己还能随着他的提升而提升，萧炎的嘴角那是压都压不下来。正是在此时，一道熟悉的笑声突然响起，看来这次修炼又是让你捣鼓出一些奇怪的东西啊。笑眯眯的从天空落下，药老负手立于湖面。药老此次前来给萧炎带来了2个讯息，其一是魂殿的异常举动，凡是被天府联盟探测到的魂殿分店一夜之间全部撤离。魂殿有魂族撑腰，这次在天府联盟手中吃了这么大的亏，不应该是这种反应。如今这般，可见其图谋之大。眼下除了增添一些探子专门调查，努力提升自身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对策了。可以萧炎现在的实力，想要快速提升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净莲妖火已经到手，排名第2的虚无吞炎应当是在魂族手中，第1更是想都不用想。将驼蛇古地狱拿出来琢磨了一会儿后，萧炎将主意打到了迦南学院内院弟弟的岩浆世界。他首次感觉到古意异动就是在那里，而且那些火蜥人似乎在守护着某种东西。不过药老带来的第2个讯息却是让萧炎不得不将去内院弟弟查探的事情先往后放一放。打开药老递给自己的来自九幽地冥蟒族的紧急传信，血红色的字迹陡然浮现：妖皇来袭，九幽黄泉有异变。意识到彩铃那里出问题了，萧炎猛地起身，恐怖的气息扩散开来，生生将其后方的瀑布截断。顾不得天妖皇族究竟想要做什么，萧炎带上小医仙与青灵2人就径直前往兽域。考虑到如今天府联盟刚刚稳定，联盟总部又需要一位足够分量的强者坐镇，萧炎并未带上萧晨。药老虽有些担心，但萧炎态度坚决，就没有多说什么。3天后，兽域内地底深渊的冥蛇地脉处，两方人马正在紧张对峙。天妖皇族族长黄天实力5星斗圣后期，这次亲自领兵前来九幽地冥蟒族，张嘴就让妖冥交出萧炎的女人。此时已经到了黄天给出的最后期限，交人还是开战？天空上立于巨大妖皇头顶的黄天下达了最后的通牒。下方的妖冥虽然神情凝重，但却丝毫没有要交人的意思。且不说妖冥之前答应过萧炎的事，
天妖皇族这种丝毫不把九幽地冥蟒族放在眼里的行为，妖冥也不会轻易让黄天把彩铃带走。同为3大族群之一，他们九幽地冥蟒族还丢不起这个人，即便整个族中无一人能与那黄天老贼匹敌。黄天见妖冥态度坚决，也不过多废话，直接便是对着九幽地冥蟒族总部深处的九幽黄泉暴掠而去。萧炎不仅身怀妖皇之意，还生擒了他的儿子，威胁天妖皇族。他黄天今天就是要擒了萧炎的女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黄天这猖獗的举动，无疑是当着无数围观群众的面猛扇他们九幽地冥蟒族的耳光。妖冥当即就站了出来，挡在黄天面前，表示想要领教一下黄天族长超凡的实力。黄天欣赏妖冥的勇气，当下就拔了一根金羽送给了妖冥。可惜妖冥伤了手掌，也没能接住这根金羽。黄天金色眸子淡淡的扫了妖冥一眼后，袖袍一挥，就将妖冥拍进了山峰里，砸了个山崩地裂。九幽地冥蟒族的长老见到自家族长被这般羞辱，纷纷冲上天际，想跟黄天拼了。然而不等他们出手，那黄天又是一挥衣袖，十分轻易的就将那些长老全部震落天空。下一次，本王不会再留情。听得黄天淡漠的声音，不少九幽地冥蟒族的长老气得脸色涨红。被羞辱的愤怒促使着他们在妖冥挣扎着爬起来发出结阵的指令时，毫不犹豫的就施展出了全部的力量。将近100道身影掠上天空，一道的光柱自他们体内暴涌而出，最后彼此间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足有1000丈庞大的阵法——盘蛇大阵。黄天听说过这个阵法，毕竟当年九幽地冥蟒族依靠着这个大阵绞杀过不少实力超凡的强者。可惜如今作为阵眼的妖冥实力实在是差得太多了。而且阵族大阵嘛，他天妖皇族也有。看着天空上逐渐凝聚的1000丈巨蛇，黄天没有任何动作。他带来的族人们也很自觉，在那巨蛇出现的时候就开始结天皇古阵。因此不多时，一道体积丝毫不弱于那巨蛇的巨皇也在天空上浮现。妖冥率先控制着通天巨蛇动作，没想到那黄天竟然十分头铁地朝着九幽黄泉掠去，仿佛并未看到那破空袭来的巨尾。黄天并未减速，甚至没有出手对抗，像是笃定了妖冥根本伤不到他分毫。事实上还真是，就在巨大蛇尾即将轰中黄天的那一刻，后方一道泛着金光的巨翼迅速穿过虚空，与那巨蛇撞在了一起。而那黄天几个闪烁间就出现在了九幽黄泉所在的上空。见黄天如此轻易就闯了过去，妖冥又急又气，指挥着巨蛇就想要调转攻击。可那由对方大阵所凝聚而成的巨皇，却是逼得他们不得不凝神应对。无人阻拦的黄天伸手一握，就破开了后世的玄冰，旋即搅动起数十道九幽黄泉的湖水，只为找到彩铃。很快，黄天就发现了黄泉之底的那抹倩影，正想将其强行扯出来的时候，一道巨大的身影奔雷般袭来。与此同时，一道愤怒而低沉的奇异音节猛然降临这片天地，可怕的灵魂音波狠狠地轰中了黄天。措手不及之下，黄天的身形直接就倒飞了出去，生生撞毁了数十座山峰，方才狼狈地稳住身形。黄天老狗，你找死！虚影散去，萧炎的身形逐渐显现，被死死纠缠住的妖冥见状，差点没哭出声来。挥手间将那些被黄天强行吸扯出来的水柱轻轻送回到黄泉之中后，萧炎心中的愤怒与杀意已经上升到了顶峰。闭关之时最忌讳被人强行打扰，黄天刚才的举动无疑是奔着彩铃的命去的。萧炎本不想与天妖皇族结成死敌，当初抓了他们那少族长以及2名长老之后，也只是软禁。东龙岛大局稳定后，就将3人放了回去。萧炎以为自己已经表达出了自己的善意，没成想被人当做了软弱可欺。仅仅是这件事以及意外得到的妖皇之意，黄天就找上门来喊着杀无赦。既然如此，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2人很快便战走了一团。黄天以近乎瞬移的速度，一爪朝着萧炎抓去。萧炎毫不避让，手艺一变，就是100丈大的能量手印脱手而出。金光璀璨的巨爪与那粉红火焰缭绕的手印相撞之时，空间寸寸碎裂，同时一股巨力也是倾泻了出来。萧炎被震退了好几步，黄天虽稳住了身形，他的手掌却是飘出了些许的焦臭。萧炎知道，再与黄天硬碰硬下去，吃亏的一定会是自己。舒展开自己晋级过的猩红古翼，萧炎身形猛地后退，想要拉开一些距离。然而他还是低估了黄天的速度。黄天粘上萧炎就是一通暴吹，那可怕的拳风将方圆100里之内的空间都轰成了碎片。跑不快的萧炎被逼得不得不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中高频闪避。黄天算是萧炎这些年中遇见的对手中速度最快的人，如此高频率的攻击一开始的确是将萧炎搞得有些狼狈。
不过萧炎有着黄天不曾具备的优势——灵魂力量。静心凝神，萧炎缓缓闭上眼眸，他的灵魂感知却是弥漫在了天地之间。先前那些肉眼根本无法捕捉的金光身影，此时也减慢了下来。某一刻，萧炎猛地睁开双眼，无视眼前密密麻麻的拳锋，开启足纹，将实力提升到5星斗圣中期之后，坚定地将那高度凝聚的粉红火焰点在了其左侧的一道拳头之上。这一击凝火指直接就破除了黄天引以为豪的妖皇步，揪出了他的本体。萧炎确定凝火指破开黄天拳头上的金光斗气后，飞身猛地暴退，望着黄天攻来的羽翼，萧炎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旋即手印一变，直接就引爆了那嵌在黄天掌心中的粉红晶体手指。伴随着黄天暴怒的低吼声，粉红色的火浪也在天空上席卷开来。待得火浪散去时，黄天狼狈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看了看自己那被焚毁了大半的衣衫，又动了动那条差点被萧炎完全废掉的手臂，黄天怒极反笑，旋即化为本体，意图让萧炎死得很难看。萧炎看着眼前数千丈庞大的妖皇，感知着对方至少提升了30%的实力，神情十分的凝重。那黄天似乎是一刻也不想等了，扇动着巨大羽翼，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撕裂空间，朝着萧炎俯冲了下去。黄天这一击，就算是斗圣强者被生生撞中，其身体也会在顷刻间爆炸成为一团血雾。萧炎这次还能躲得掉吗？围观群众的心都揪紧了，萧炎这边却是动也不动。不是萧炎不想动，而是萧炎很清楚，他一撤退就必然会被黄天追上，还不如一开始就正面应敌。黄天的肉体固然强悍恐怖，萧炎天境大圆满的灵魂却是他的克星。危急关头，萧炎接连4次施展黄泉天怒，这般密集且强烈的灵魂冲击，饶是强如黄天，灵魂都在剧烈的颤抖，甚至其神智都是有些模糊与疯狂了。瞪着血红的双眼，黄天强忍着剧痛，艰难振翅。他倒是要看看萧炎还能施展几次这样的攻击。瞬间出现在萧炎前方数百丈距离，黄天裹着恐怖的气流，就想要发起最后的冲击。乱流撕扯着萧炎的身体，萧炎并没有后退，而是翻手凝聚出了一朵6色火莲。就在萧炎即将甩出手中这由6种异火凝聚而成的火莲时，一道通天的9色光柱突然自下方的9幽黄泉之中爆裂而出，横插在萧炎与黄天之间。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